话日本，我是主讲人果威。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2020年的11月3号，就在上周五10月30号的时候，日本银行开了一个金融政策决定会议，内容之一呢，就是把今年日本的 GDP 增长预测进一步下调，从原来的-4.7调到了-5.5。据说啊，今年可能是日本2战以后经济最差的一个年份。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是人啊，尤其是聊天的时候，都喜欢说点当年那个风光露脸的事儿。尤其在这种经济形势不好的年份，我发现我最近跟日本朋友聊天，尤其是那些个50-60岁以上的，往往就聊着聊着就会说起1987到1991这4年。据他们说啊，这是日本人的黄金时代。说到这儿呢，有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就会想起一个词儿来，泡沫经济。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下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我们先把时间的刻度往回调一点，调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，2战的尾声。那时候日本什么样啊？用一句文言文形容就是啥都没有。因为整个日本所有现在之前的地儿，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等等吧，一共98个城市被美国人轮着炸，基本上都炸平了。到最后炸的都没意思了，又扔了2颗原子弹，造就了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。我看当时日本人写的回忆录啊，就说美军炸东京的时候都不用炸弹了，直接就是2000吨的凝固汽油扔下来。第一波先在东京的地上炸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来，因为什么呀？晚上嘛，视线可能不太好，这一个十字在地上着起来之后，相当于点了一个巨大的火把，然后300多架 B-29轰炸机就不停地炸。日本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木造的，这个凝固汽油一下来，那就是一片的火海。到什么程度啊？直接把1/4的东京从地图上给烧没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来东京旅游，说好赖你们也算是一个1000多年历史的地方，怎么历史景点就这么几个？我每次还得解释，我说这你还得感谢咱们梁思成先生，要不是他当年给美军标注那个军事地图的时候，把这些地儿给标注出来了，现在连这都没有。这段历史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，以后我们有机会仔细讲。总之吧，战后的日本，国内的工厂、仓库、生产物资、生活物资什么的，基本都没有了。而且因为战争呢，大量的青壮劳动力都死在了中国或者太平洋战场，所以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没厂房、没物资、没劳动力的三无国家。今天日本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。1956年到1973年，将近20年里边，日本的 GDP 平均每年增长9.1%。1974年起，虽然增长放缓啊，但是到1990年为止，也每年有一个4.2%的增长。到1968年的时候，日本就已经是全球第2的经济体了，而且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42年，一直到2010年被我们中国超过。对这段感兴趣的啊，可以看一下我前一阵放出的那个前导的资料片，讲的就是这一段经历。我们再把时间的刻度调到1985年，那个时候的日本啊，因为日元的汇率特别的低，所以经济结构呢主要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为主。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美国，当年的美国国内的日本产品，它因为日元便宜嘛，所以性价比非常的好，在美国人身上，日本人的钱挣多了。而且由于美国人都去买日本产品了，那同样的产品，比如说汽车，都买日本车了，那美国车就卖不出去了，那美国的汽车公司就要倒闭，大量的美国人还得失业，就类似这样的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日本人乐了，美国人可苦了，造成了很大的美国的社会问题。为了扭转这种形势呢，美国这帮专家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决定得让日元升值。于是1985年9月的时候，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开了一个美日英法德的5国会议，
日本被邀请的时候一听就知道了啊，甭问，这是美国人对我们的汇率不满意了，拉几个帮手准备一起弄我们。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，美国就干过这么一回了。当时是觉得日本的海军发展过快，于是就弄了一个5国海军协定，把日本的主力舰的吨位总数给直接限制死了。这回这个广场会议一看这几个参加国，就是把意大利换成了德国，其他国家一样。那日本一想没辙呀，是吧？形势比人强，只能认怂。而且当时日元的汇率啊，差不多是$1对240日元。按照他们的计算，其实也还好，升值的话升到50%，$1对180日元，对日本经济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所以为了让美国大哥高兴，日本人就签字了。结果好，这一同意可麻烦了，汇率不仅迅速突破了180，而且不到1年涨到了120日元，就是整整涨了1倍啊！相当于原来美国市场上，比如$100的商品，这一下变成$200了，因为日元升值了嘛。那日本产品这一下子就没有竞争力了，卖不出去，导致了大量的产品积压，对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那为了维持经济的水平，日本政府只能想到的办法是拉动国内的内需。那拉动内需呢，用今天的话讲，就叫实施宽松货币政策，银行降息，拼了命的放贷款。那因为利率变低了嘛，所以日本的民间企业也好，个人也好，就很容易的可以从银行拿到大量的钱。那钱一下变多了，这么多钱拿到手里干什么？比如说我是一个当年的日本企业家，那按照初衷来讲呢，有了钱我得买土地、建厂房、添设备，扩大生产嘛。但是所有的企业家全是这么想的，我这儿好不容易弄了一块地，还没等厂房盖起来，忽然发现哟，这地升值了，那还盖什么厂房啊？那个要赚钱得好几年呢。这个地我直接转手一卖，挣的钱比那个多多了，所以就不考虑增产的事儿了，直接炒地，来钱又快又多。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形势，所有人都在炒地、炒房，那房价就是一路走高啊，基本上只涨不跌。我这边有一个日本医院的院长朋友，他当年就是买了东京新宿中央公园旁边的日本最好的一套公寓，价值7亿日元呀。买完之后转手贷给银行，贷了9亿现金，就这么疯狂。几乎所有的日本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土地神话，就认为只要是买地就只会升值，绝对不可能赔钱。再加上银行又玩了命的发贷款，所以整个日本都疯了，所有的钱几乎都用去买地，买完了之后再抵押给银行，再贷款，再买地，土地价格呢就是一路飙高啊。到什么程度啊？东京的核心区23区的总面积628平方公里，只有北京的差不多1/26。这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价格，几乎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价格相等。在当年，日本有这么一句话，说你要是一个企业家，如果不懂得搞这些资本运作，只知道去弄那些什么生产管理，这个人不是废物就是傻子。经济学里边的价值和价格的关系，当年日本就是因为价格远远的高出了价值，所以这种虚高的状态就是泡沫经济。最可怕的是当事人的心态，觉得价格越高越要追，因为不追会更高，会亏损很多钱没挣着。现在有无数的日本朋友在跟我描述当年的时候，都会说那是他们这一辈子最爽的几年。在国内的资产啊，放着不动就升值，基本上什么都不干，每年资产弄好了能翻一番。日元升值这个事儿呢，虽然对出口不利，可如果出去消费那就太好了。之前啊，出了日本觉得什么都便宜，那会儿日本人到世界各地都是疯狂购物啊，土特产、奢侈品、艺术品、地标性的建筑、知名企业，没有他们不买的东西。在国内也爽啊，比如我是一个当年的日本应届毕业生，
找工作基本上随便参加一个企业的说明会，就往那一坐，听听这公司是干什么的，直接就是几万日元的现金到手，合人民币上千。有的说明会如果时间长呢，就直接高级餐厅包场，谁还发盒饭吃啊？一旦我被公司内定了，研修就是夏威夷，其实就是度假旅游啊。进到公司以后，拿到手的工资高就不算了，公司的福利还好啊。比如说，前台那边随时就放着一摞出租车券，甭管去到哪儿，撕一张给到司机，司机跟公司结账，我不用花钱。不过那会儿打车也不容易啊，你现在来日本的话，出租车到处都是，很好打，因为它贵啊。我有一年从机场打车回家，花了人民币1000多，630块钱起步。那会儿的日本满大街站的都是拿着钱在那拦出租车的人，甚至啊，这个车不停，把这个钱就跟小广告似的，顺着窗户往里边塞，让这个车停下来，我好坐车走。到周末出去打个高尔夫什么的都不费劲了，直接包直升飞机去打球。企业的年终奖一般都是1年发一次嘛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2个月，好多公司就发一次。出门购物呢，如果同样的东西我看上了2个，不知道选哪个，那有钱的就全买，条件稍微差一点的把这贵的买了，放弃这便宜的。所以当时啊，便宜的、服务不好的、没有设计感的，基本上在日本没什么市场生存空间。80年代最后这3、4年，在我这些日本朋友的眼里、嘴里，就是这样一个疯狂但无比美好的世界。他们那会儿就感觉明天一定会更好，感觉自己的资产一定会继续升值，感觉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政府呢发现了经济过热，紧跟着就是风向一转，银行的贷款一下就困难了，回收贷款一下就紧迫了，那外面的钱少了，追高这些土地的人就变少了，那价格一旦下跌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抛售的行列，价格就会像雪崩一样往下掉。那公司没有了钱，只能倒闭，公司里的员工只能下岗，那贷给这公司钱的银行，这样的案例多了，银行就要倒闭。整个日本的经济啊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很快的冲到了一个很高的点，然后又很短的时间里一下跌落谷底。今天日本社会上那些什么啃老族啊，靠打零工活着的那些人，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产生的。我那个院长朋友那套7亿的房子，到今天只值1亿2千万，如果他着急用钱的话，只能卖9000万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1989年平成天皇继位，就是上一任日本天皇啊，跟着90年、91年，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，日本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。从91年到去年19年的退位，日本的 GDP 增长平均每年只有0.9%。日本人有个词儿叫平成不况，就是平成一上台就不景气。2000年的时候，日本人说过去叫失去的10年，到10年的时候呢，叫失去的20年，今年是失去了30年。但是万幸啊，还好日本这个国家当年的家底儿还比较殷实，这些年呢，虽然增长不高，但毕竟没有负增长。该有的这些医疗、养老、社会福利，就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啊，还得以一个很好的维持，还算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样子。但是那种曾经沧海的感觉，却牢牢地印在了这些日本人的心里，也是他们茶余饭后最常见的谈资。我有一个日本大哥，70多了，到现在每天还拎着个包，四处给人拼缝，就为了挣点生活费。每次我跟他喝酒，最后收尾给我讲的段子，一定是他当年去日本的夜总会，拿一个那种拉杆箱，里边装满了现金，从一进门开始就跟发广告似的，到处给人发钱，见者有份。这一晚上发光了，回家睡觉，第二天回来继续。
就这个段子啊，我听他讲了得有10几遍了。每次他讲完之后，拎上包就消失在了新宿的人海和夜色里边。每次啊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才觉得他的背影好像比平时会看起来更挺拔一些。